相信很多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认识我了。我在油管上做了自己的视频频道，叫 Norman 许多伦多地产，还有一个同名的小红书账号，分享多伦多地产投资相关的经验和知识。没关注的朋友欢迎顺手关注一下。今天的主题是 Olivia Chow 作为新市长上台之后，对于多伦多的房市会有什么影响？相信不论你有没有关注，对于新上台的市长 Olivia Chow 都是有所耳闻的，包括他主张的政策里面是多么保护租客，对于房东有哪些不利的地方。同时，市面上各种说法呢也都有，有人觉得因为Chow的上台，大批投资人要卖掉自己在多伦多的投资房，多伦多房产市场呢也有可能因为大家开始卖呢，会迎来一场大跌。事实真的会这样发展吗？Olivia Chow 的上台对多伦多房市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好，今天聊点啥呢？最开始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跟大家讲一讲加拿大各级政府的基本政治制度，然后分析一下 Chow 的具体的政策，然后跟大家讲一讲多伦多市政府的财政状况。之后呢，会跟大家聊聊租金管制和对 Olivia Chow 的政策的担忧。下面呢，会说一下房东应该怎么办，租客应该怎么办。最后呢，因为我是第一次做客房东网，也会充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业务，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好，先做个自我介绍，说一下我身上的主要的3个标签，方便大家更快速的了解我。第一个标签，曾经的留学生，我是09年来到加拿大的，我读的是多伦多大学管理学学士 BBA 金融方向。上学期间，我在贝街上做过多次金融行业的实习，我也在校内做过11门课的助教和助研。这个助教和助研的数量和质量在历届学生中也算是一个记录了，也是当时作为本科生打败了很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拿到的教职位。后来呢，我在多伦多大学担任金融实验室经理，这个工作主要做的是金融市场的研究，教一些教授课程中不包括，但是行业又非常需要的内容。同时，我还是目前全加拿大唯一一个迄今为止同时拥有 CFA 和 FRM 2项金融证书的房地产经纪人 Real Estate Broker。我也是同届学生中最快考到 CFA 和 FRM 的人。和我一起领这2个证的人，一般都是比我大3届以上的学长。第二个标签，资深房地产投资人。我在大学期间累计使用8万加币投资房地产，毕业前赚回了10万加的留学生学费。我自己是学金融的嘛，大学期间也出于爱好，出于学业需求，我做了各种各样的金融市场的投资，股票、债券、期货、期权这些都做过，也做过相关的实习。做金融产品投资，我基本上是没有赚到过超额收益的钱的。只有做房地产投资才有明显跑赢市场的收益率。我父母在国内就是做房地产开发相关行业的。事实证明，老天爷赏饭吃和家族的影响对一个人的职业是非常重大的。我有14年在加拿大的房地产投资经验，最开始使用本金150万加币，在加拿大连续投资了数十套物业，包括民宅、商业物业、学生公寓，累计总收益超过了1000万加币。我做过多处豪宅独立屋的翻建，包括修建了我自己的自住房。我也做过豪宅翻建相关的系列视频，讲翻建中的各种大坑，收到了不少粉丝的好评，欢迎大家有时间也去看看。第3个标签，地产行业从业者。我是资深房产经纪人，2022年我的团队累计做了接近300单地产交易，这个基本上是每个工作日1单。同期市场上平均每个经纪人差不多是2.1单每年。我连续多年做到了我公司 Royal LePage Signature 华人经纪第1名。我的10套房俱乐部有超过70位会员。我立志帮助所有合格的房产投资人实现最低成本购买10套房的计划，成为千万富翁的目标。我的团队提供全产业链房产投资服务，财务规划、房屋买卖、租赁、管理、翻建、楼花、法务、税务，真正的为大家做到一站式的房地产服务。我理解有一批经纪人会主打我卖房很厉害我楼花很厉害，
从做生意的角度，这是非常好的 business model。不过对客户来说，能一次性解决所有跟房子相关的问题，提供一站式服务才是最有意义的服务，而不是找 A 做一件事，找 B 做一件事，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我们给客户提供的服务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帮助大家做整体的财务规划和税务规划。我希望我的团队可以给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带来真正的一站式省心省力省时省钱的房产投资体验，就像我频道的 slogan 一样，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好，下面进入今天的主题。2023年6月26日，多伦多市长的竞选落下了帷幕。在物价和租金都在暴涨的背景下，左翼党派的领导人 NDP 的党员华人候选人 Olivia Chow 邹智慧不出意外的胜选，也是多伦多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市长。那么多伦多会因为Chow的上台变成不太招人喜欢的区域，房产价格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吗？投资人会大面积离开多伦多吗？要讲Chow会给多伦多房地产市场产生多大的冲击，我希望先从我有限的知识储备中，给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些加拿大政治的基本逻辑和概念。首先讲一下加拿大政党的基本分布。在西方的政治概念中，一般分为左、中、右三个类别，对应英文 left, center, right。细分的话呢，还可以加上中左 center left 和中右 center right。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粗略的理解为，左指的是代表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右指的是代表高收入群体的利益，中指的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你也可以大致的理解为，左是偏社会主义，右是偏资本主义。左是高税收高福利，像欧洲很多国家；右是低税收低福利，像没有法定产假没有全国全民医保的美国。加拿大呢，大概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那么加拿大的政党大概是什么情况呢？在加拿大 Federal 联邦级别有一定影响力的主要的4个党是自由党 Liberal， 这个也是 Federal 层面的现在的执政党；保守党 Conservative， 魁人党 BQ， 新民主党 NDP。 这里面的魁人党因为长期主张魁北克独立，所以他在联邦层面的影响力其实是不太够的。不住在魁北克的朋友可以考虑忽略。那么剩下3个党，自由党、保守党 NDP， 他们的站位是如何的呢？简单的可以理解为 NDP 站在最左边，高税收高福利；保守党站在偏右的位置，低税收低福利；自由党站在中间稍微偏左的位置，中等税收中等福利。多伦多新胜选的市长 Olivia Chow 就是在最左边，高税收高福利的 NDP 这个党派的一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自我调节方式是政策性的周期性左中右的摇摆。当社会遇到危机的时候，要优先解决低收入群体温饱的问题，避免社会动乱。那么这个时候通常大概率是偏左的政党上台。当社会承平日久，需要奋力发展 GDP， 把蛋糕做大的时候，大概率是偏右的政党上台。联邦层面 NDP 距离胜选是比较遥远的，基本上就是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替。如果没有数错的话，那么44次联邦选举，自由党赢了多数的26次，保守党赢了18次。相比之下，自由党是中间偏左的，保守党是偏右的。这也是为什么自由党不是说它完全低税收低福利，它其实是有在加税的。比如 Trudeau 加了碳税，大家的油价会发现其实是涨了价了。但是呢，自由党政府也会经常性的发一些福利，比如疫情期间每个人每个月收入不够的人发了2000，还会发点 HST rebate 牛奶金，以及让幼儿园变成1天10块钱这样的福利。安省层面，保守党胜选的次数是远多于自由党的，所以安省其实是整体偏右的。这可能跟安省整体是比较富裕也是有关的，富人多嘛，他就希望稍微偏右一点。同样 NDP 在安省层面也是没有赢过的。多伦多市这个层面，
无党籍的人士也是可以参与选举，甚至是胜选的。多伦多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没有明确党籍的胜选者，不过最近的10多年，多伦多市长都是有党籍的。Cho 是左翼的 NDP， 前市长 John Tory 庄德利是偏右的保守党。这个世界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所以靠左的党员 Cho 在多伦多市长竞选胜选后，靠右的保守党省长福特评语是啥呢？我看到简直就笑抽了。While we are not always going to agree on everything, what we can agree on is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making Toronto a place where businesses, families, and workers can thrive. 翻译成中文指的是，除了我们宣誓要把发展多伦多作为一个目标，你说的其他的我毛线也不同意。这是儒雅的说 MMP， 这是说话的艺术，大家可以学习一下。不过同时也说明 NDP 和保守党他们的政策和站的位置是相距甚远的。好，大家知道了Cho的政策偏左，要照顾低收入群体，高税收高福利。那么Cho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政策呢？大家打开 oliviacho.ca 就能看到Cho竞选的纲领。总结一下，和当年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的纲领非常神似。克林顿当年的竞选标语是 It's the economy stupid。 Cho的竞选纲领可以被称为 It's the housing Torontonians， 围绕着房产政策来的。在Cho的竞选网站上，大家可以看到Cho的政策主张，最重要的几条就是建更多的房子在政府的地皮上，还有帮助各种租客和流浪汉的提议。我感觉这些政策里面，除了跟房子直接相关的政策，其他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不太无关痛痒的。具体的政策有哪一些？我来跟大家具体的解读一下。我把Cho的政策分为花钱和赚钱的项目。先来说说花钱的项目。未来8年，在政府拥有的地皮上修建25000套廉租房，这是好事。增加租金银行预算，计划每年帮助5500人。这个机构呢，是给低收入和欠租的申请人提供租金补助，这也是好事。不过这个花费是比较大的，尽量要做到救急不救穷啊。第3点，紧急救助无家可归者。多伦多目前有超过1万人无家可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能做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第4点，阻止 renovation， 也提到有可能用其他的手段让租客更不容易被房东 evict 驱逐，这一条是争议比较大的。前3条很好理解，这里主要跟大家讲一下第4条是什么意思。renovation 指的是把 renovation 装修和 eviction 驱逐租客组合起来的一个词儿，就像早饭午饭组合起来变成 brunch。 房东通过装修咚咚咚来制造噪音和不便，一装修几个月把租客搞得无法居住，租客自己就搬走了。这其实对普通的 single family 住房影响不大，因为 single family 想装修，租客怎么样都得搬走，而根据规则，装修完房东还需要原价邀请租客回来。这里的阻止 renovation 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大玩家，像 Starlight 这种 REITs， 他们买的楼都是一栋一栋的，一个楼里面有50个 unit、100个 unit 这样的 multi-family， 盯着过道和某些空置的 unit 不停的咚咚咚来制造噪音和不便。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条政策对小房东群体几乎没有影响，主要针对的是大型和机构房东。那么房东为什么要咚咚呢？这是因为现行法规租赁到期，合同会自动变成 month to month 的月租，这个时候房东是不能轰走租客的，租客则可以提前60天 notice 随时决定到底是不是要搬走。房东和租客的自主选择权是不对等的，你不喜欢租客养宠物，你不喜欢租客抽烟抽大麻，能让租客走吗？这个是不行的。
如果租客不走的话，旧房房东还不能大幅涨租，因为有 rent control 租金管制。新房房东是可以无限涨租的，每12个月涨一次。新房的意思我要多次强调，好吧？现在是本次讲座强调的第一次。新房指的是2018年11月15日以后首次入住的房子。我任何时候提到新房都是这个定义，跟房子本身看起来新旧是没有关系的。Norman 的老粉丝一般是不会问啥是旧房的，因为我的频道里面视频真的是说了太多次了。这个日期巨大的区别就是有没有租金管制，以及有没有租金管制带来的连锁反应。后面呢，我还会具体聊到租金管制。所以旧房房东想在租客没有主动要走的时候请走租客，只剩下2个主要办法： renovation 继续端，或者 cash for key 就是付钱给租客，让租客搬走。很多时候租客会张口要数万加币才搬走。现在不让装修了，我感觉未来租客可能会要更多的钱才会搬走。好，再来说说臭赚钱的项目。第一点，增加豪宅的土地转让税，300万、500万、2000万以上的房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买卖的转让税是要增加了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好事，能跟富人征税，总体上都是好事，平衡社会财富嘛。一般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客，大家都是不太敢跟富人征税的。第二点，空置税从1%涨到3%，在我看来，这条基本没用。目前多伦多空置率差不多是1%。当你把空置税率从1%涨到3%的时候，你以为空置税能收上来 triple 吗？就是乘以3嘛。殊不知，大家本来可能觉得不疼啊，有些人1%交就交了，现在都觉得疼了。大家会想尽办法出租，或者派个亲戚朋友住。最终可征收的空置率下降的比例，好吧，就是征收空置税的这个房子的比例可能会下降超过2/3，所以不一定能收到更多的钱，甚至收到的钱可能变少。我觉得这条政策更主要的是臭作为一个左翼政党 NDP 的成员表一个态度。第三点，地税增加，这个政策我非常不看好。目前呢，臭并没有具体的提到怎么样涨地税，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臭会增加地税，这一条呢，实际上是对绝大多数人影响最大的政策。涨地税是压力山大的事。持有自住房会怎么样呢？在加拿大安省和多伦多，大多数人都是拥有自住房的，所以加了税和涨利息是一样的，对绝大多数人的账单都是有巨大的影响的。持有出租物业会怎么样呢？房东显然也不可能自己吃下这个成本，尤其是在利息压力已经很大的今天，房东肯定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成本涨到房租里，尤其是新房房租和房子本身空置准备现在重新招租的房东。所以这一条实际上还是在向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开刀。我来总结一下，臭的想的是挺好的，不过他想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很多挑费的。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病，就是穷病。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矛盾，就是阶级矛盾。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怎么样平衡花钱的野心和并不一定足以支持花钱野心的多伦多的财政，是臭最重要的问题。这边呢，我就不得不来讲一讲接下来的2件事。第一件事是多伦多市政府的财政逻辑，第2件事是租金管制的来龙去脉。好，先来说一下多伦多市财政的逻辑，它的收入和支出是怎么样的。臭有这么多花钱的想法，钱应该从哪里来呢？大家看一看这张多伦多的收入图表，仔细看会发现只有2个 tax， 一个叫地税 property tax， 一个叫土地转让税 land transfer tax。 那是因为其他的主要税种，比如说个人企业的收入税，比如说 GST、HST， 都是省政府和国家层面征收的，臭可以说管不到。那在剩下的项目里面，多伦多市财政还有哪些收入呢？比如 TDC
TDC 能涨价的幅度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现在其实是长期在亏损的。再比如联邦、省政府拨款额度，这个也很难变，不是说你让涨就涨，这两项想动基本上是白给的。不过我今天看到新闻啊，臭好像已经在伸手跟联邦和省政府要钱了。好，这也是为什么臭的赚钱计划都是盯着涨地税、涨土地转让税和涨还没有但是马上就要开征的这个空置税来的，因为它只能控制这些选项。好，再来看看多伦多的支出方面，跟臭最相关的房子的部分属于第一项，叫 Cost Shared Social Programs， 目前也是占多伦多总支出最高比例的一项。当然这里面也不全是房子相关， Social Programs 面跟房子相关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提供各项住房的补助和廉租房计划，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臭的花钱计划的一部分。相信臭如果花大把的钱在房子问题上，下一步 Social Programs 这一项的花费也会大幅度的增加的。钱不好挣，但是又想花钱，怎么办呢？如果不能收支平衡，那么必然会造成多伦多市财政的赤字，就是市政府层面的入不敷出。多伦多目前的财务状况是怎么样的？其实是还不错的。大家知道前市长 John Tory 庄德利支持率是非常高的，即使是后来出了丑闻之后，大家依然认为他会重新竞选，而且在民调中他是有碾压性的优势的，获得了超过 40% 的支持率。在我看来，保守党人庄德利深得多伦多市的人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任期间庄德利确实是非常节俭的。这边我放了17年到21年5年间的多伦多市的财政盈余水平，大家可以看到勤俭持家的庄德利在任期间盈余是在不断上涨，而且这个盈余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其中首先跨过了2021年世界经历了严重的疫情这么一个阶段，同时庄德利在任期间一直是没有怎么涨地税税率的，维持在了安省的最低值。地税税率的问题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下一页。好，这边这个图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你在的区域税率是多少。回想一下我刚才讲到的多伦多市财政主要收入的来源是哪两个税吗？土地转让税和地税。土地转让税在多伦多一直是没有变的，最高 4%。 那么地税变过吗？变过。截止2022年，多伦多市的地税虽然一直在变，但税率依然是安省最低的，只要评估价值的 0.63%。 安省最高的是第35名温莎 Windsor， 税率是 1.85%， 这个税率基本上是多伦多3倍的这么一个关系了。多伦多地税地板的位置很可能在臭的任上消失，所以我说庄德利维持低地税，经历了2年的疫情，还能让多伦多市的财政盈余增加，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如果多伦多涨地税，真的将会是对多伦多中产阶级的新一轮暴击，精确的做到了节中产济贫。这件事呢，还是尽量晚发生，小幅度发生比较好。再来说说租金管制的来龙去脉。租赁法是省政府决定的法案，安省虽然整体偏右，但是保护租客还是保护的很到位的。租金管制就是保护租客的重要手段之一。鉴于加拿大人喜欢寅吃卯粮，不怎么存钱，过 paycheck to paycheck 的月光族生活，因为有了租金管制，租客可以比较平缓的应对通货膨胀。在安省上，租金管制历史上是时有时无的，并不是一直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看省政府左还是右。Once upon a time， 曾几何时，安省也是很右的，像德州一样保护房东，租客欠租，房东申请驱逐，不用审理，直接获批，2周就可以轰走租客。安省历史上的租金管制和其他主要的保护租客的法案，基本上都是自由党上台的时候制定和加强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几次重大修正。自由党的沃印大姐2014年到2018年在安省执政，她上台的时候，租金管制的政策是1991年之后首次入住的房子没有租金管制，之前的有。在我看来，这个政策其实是非常宽松的了。2017年，沃印大手一挥，把当时1991年之后的房子没有租金管制改成了所有的房子都有租金管制。这下安省人民就非常不淡定了，可以说是群情激愤。你看18年的选举，立刻沃印的选票几乎就消失了，比 NDP 的票还少。福特上台之后，把租金管制改成了2018年11月15日以后首次入住的房子没有租金管制，2018年11月15日之前的有。作为一个房东，我内心是非常感激福特政府这个政策的。同时呢，这里也带大家第二次复习了租金管制的 cut off line。那么未来租金管制有没有可能松动甚至变动呢？当然有可能。上一次执行是91年执行到2017年，这期间跨越了26年之久。那这一次能支持多久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万幸的是，目前省政府层面保守党基本盘是非常的稳的。保守党自己定的规则，18年11月15日之后的房子没有租金管制，相信没有道理在大家很支持保守党的情况下，自己平白无故的把这个政策拿掉。所以预计我评价体系里的新房保持现在没有租金管制的制度，还能持续好一段时间，相信起码5到10年问题不大。好，综合看下来，大家对臭的多伦多市政府的担忧主要其实是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臭花钱太多，无法平衡多伦多的财政。这个问题我们啥也做不了，毕竟并不是所有多伦多人都支持臭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这也是为什么臭的胜选创下了近10几年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如果臭可以比较节约的花钱，解决一下多伦多流浪乞讨人员的问题，也可以称得上是功德一件了。我们主要需要应对和能应对的其实是第2个问题，臭的政策过分保护租客，可能导致坏租客猖獗，从而伤害好租客和房东的利益。在安省，房东和租客谁更弱势呢？我觉得在现行的规则下，房东跟租客比，地位明显是更弱势的。这是因为租金管制导致房东涨租幅度是非常有限的，以及房东无权到期拒绝续约造成的。因为有租金管制，导致旧房的同一个租客住一段时间就会开始付低于市场价的租金。这个时候，房东想要增加房租，收到正常的市场租金是做不到的，因为有租金管制嘛，每年只能涨1%到2%左右。同时呢，也会因为没有权利到期拒绝续约，没有办法轰走租客。这其实就是房东和租客的主要矛盾点。很多时候，当租客付的房租比市场价低20%到30%的时候，房子事实上就变成了租客的房子，他们偷偷 sublease 也不会把房子还给房东。如果有旧房的租客欠租，当租霸，房东想要轰走租客，就得去 Landlord and Tenancy Board LTB 打官司，排期一般1年打底。很多时候，租客即使败诉，法官可能也会给一次机会，让租客付清房租继续住。拖欠了1年的房租还上了，租客还能白拿5%的利息，按照低的租金继续住。所以安省的旧房房东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作为房东，我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案呢？大多数陷入租客 bug 的房东朋友，最重要的问题是对福特政府修改租金管制这一条小小的备注认识不足够深刻。那就是有一些房子不受租金管制，这些房子我通称为新房。什么是新房呢？第3次复习一下，也就是2018年11月15日以后首次入住的房子。这些房子是新房，这个日期之前的房子是旧房。旧房有租金管制，同一个租客每1年的房租只能涨1%到2%。根据政府的租金管制的 Rent Control Guideline 来，
新房没有租金管制，12个月无限涨租一次。因为租金管制上的巨大差别，在安省，新房和旧房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东西了。就像自行车和摩托车一样，旧房无形中变成了一个 inferior goods， 经济学上的劣质产品。如果市场足够理性，在现行的租金管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新房应该比旧房贵 10%。也就是18年11月16日首次入住的房子，应该比18年11月14日首次入住的房子，看似平白无故，实则有理有据的贵 10%。如果是新房，坏租客想作妖，我们可以把房租从3000涨到3万，坏租客立刻就走人了。当然，实际操作中不建议涨得这么暴力啊，也许你可以3000涨到5000或者6000。这里的逻辑是，只要可以无限涨租，我们再去 LTB 告租客，一旦官司赢了，赔的钱是按新的房租来计算的，毕竟没有租金管制嘛，在诉讼期间涨租也是合理合法的。这样本身房东这段时间的损失就可以通过额外增长出来的房租弥补回来。坏租客呢，很有可能在告赢的时候也基本上破产。有人说 LTB 肯定不会这么判，哪能判1个月赔3万？对，但是呢，极大概率也不会判只赔3000一个月的，大概率会判一个中间状态。中间状态就足够了，对租客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慑作用。同样的情况，如果你是旧房房东，就算告赢了，费心费力不说，还是只能按3000一个月来要补偿，这对租霸来说是没有什么威慑力的。租客倒推回来就会发现，欺负新房房东根本不划算，也没有收益，坏租客就会绕着新房走，专挑旧房房东欺负。随着新房占比越来越多，旧房占比越来越低，相信旧房房东遇到租霸的概率也会持续上升。没有数据精确统计过，根据我看到的大概数据是这样的：大多伦多地区差不多有240万套房，新房每年就算建4万套吧，目前占比8、9、10勾圈 K， 这么6年建下来也有10%到15%了。后面呢，随着每年房屋新建不断增加，相信新房的比例还是会继续持续上升的。所以应对潜在的租霸问题，我的基本逻辑是努力持有甚至只持有新房。顺带提一句啊，租霸的套路一般是怎么样的？首先用假资料注进来，就是给你特别好看的收入，特别好看的信用分数，他们可能会交几个月的房租，甚至有的只交首1尾1。这之后呢，就要开始拖欠房租了，拆家制造噪音影响邻居。我还见过家里种大麻的、开 party 的，甚至招嫖的，甚至有租客把家里的 appliance 全给卖了。总之一切的目的就是榨取房东的财务价值。很多房东被逼得没招了，会选择妥协，让租客白住，甚至掏钱请他们走。这一整套下来，就是我称为租霸套餐的这么一个组合拳了。根据我长期管理房子的经验，租霸能赖着不交租金还不走，就是因为 LTB 对租霸的威慑不足够，同时赖着不走可以白住，还有钱赚。持有新房对于房东来说，基本上完美的解决了租客赖着不走动机的问题，因为租客去跟新房赖皮，他的收益率并没有那么高。租霸做一套套餐下来，财务收益的预期会大打折扣，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了。租赁是一门很神奇的生意，是几乎所有生意里面唯一一个买方，也就是租客，懂得比卖方，也就是房东更多的生意。如果租霸没有足够的动机来欺负新房房东，绕着走，新房的房客质量就上来了，烦恼也就少了。不过旧房房东遇到的租霸比例也会上升，而且我觉得其实已经开始明显上升了。所以想尽量减少租霸的比例，还是要努力持有新房。如果你是旧房房东，也不要放弃抵抗，要从源头认真的审核租客的资料，杜绝潜在租霸的出现。最近我就有刷到一个叫妮娜的经纪帮助租霸用假信息租房。我个人公开建议啊，安省范围内如果有租客提供假资料，大家要积极报警，千万不要
纵容傻叉租客。提供假资料申请租房是刑事犯罪。我同时建议 Tribe 和 RICO， 就是多伦多地产局和安省地产局，需要强制要求租客的经纪来审核资料，审核过了才能提交给房东。现行的规则帮助租客提交假材料的不靠谱经纪人，并没有受到任何实质的打击和惩罚。对协助租客提供假资料的租客方的房产经纪人，要实施封 Tribe 账号、停 RICO 地产牌照的打击政策，从队伍内部里面寻找蛀虫。这样打击资料造假的压力就部分的从房东和 listing 经纪人手里交到了 tenant 的经纪人手里。如果真的这么执行，相信猖獗的假资料也一定会被有效的遏制。相信大家经常看到新闻，哪个租客又在以什么方式欺负房东了？这类的新闻有什么共同特点呢？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个地方可以让大家猜一下吗 ？UK 可以啊，大家可以在这个 chat 里面哈，是不是可以打出自己的答案？对，看看给大家1分钟时间，1分钟时间。对，在那个 YouTube 观看的朋友们也可以在 YouTube 上留言哈，我们下面有一个 live chat。好，这个问题再问一遍。好，这个问题是大家在新闻里经常看到新闻，就是租客又怎么样欺负房东了，房东怎么样困难才把租客弄走，这类的新闻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特点啊？统一性，统一的特点，好吧？我20秒钟之后回答问题。这个看看大家是不是都经常留意这样的新闻哈？有没有经验观察过？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回答一下，这边有一个粉丝的提问，他说18年前买了一套房自住，19年开始出租，这个房子是旧房还是新房？答案是这个房子是旧房，因为18年前有人住过，甭管谁住过，只要有人住过就是旧房。好，这边有一个人，哎，这是你回答的吗 ？UK 是我，对，我猜是因为他们都是好，没问题，没问题。好，你回答的非常正确，我继续讲了。是吧？被欺负的房东地址全是旧房，好吧？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坏租客敢欺负新房房东的情况，好吧？也没在新闻里看到过新房房东的地址，好吗？带着新房地址的房东被欺负的新闻。因为租客欺负新房房东收益不够，我给大家已经算过这个账了。租霸也是有时间成本的，他们都不是傻子，他们办这个事情得算一下啊，我1个小时人工多少钱，对吧？能赚到多少钱？所以他们当租霸的目的也是在有限的时间里花有限的精力来赚更多的钱，财务预期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旧房房东被欺负的新闻一搜一大把。就比如说这个图里面的这位仁兄啊，来自 Tillsonburg 的 Calvin Edmondson， 他说租客没有交租金，还对房子造成了几千刀的损失，最近费了9牛2虎之力，通过 LTB 驱逐了租客。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你猜它是18年11月15号以后建的还是以前建的，对吧？很明显是旧房嘛。我在这里呢也向神通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征集新闻线索，有谁见过新房房东被坏租客欺负的新闻，欢迎告诉我。我目前还没有见过，相信即使有这样的新闻，也是新房和旧房的数量严重比例不匹配的。新房房东被欺负的新闻数量占所有被欺负的房东的比例，肯定远远不会到达新房数量实际占比 10%。 这也是为什么在18、19年这个租赁政策调整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深刻的理解了这个政策。我顶着巨额的 capital gain， 把我基本上所有的旧房全卖了，都换成了新房。在这里呢，我强烈推荐所有持有旧房的房东，有机会尽快把旧房卖掉，换成新房。有需要呢，也欢迎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加我微信，帮你一站式搞定。在我看来，现行政策下持有旧房的朋友们都是勇士，卖掉旧房换成新房，你将瞬间远离绝大部分做房东的烦恼。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多伦多会因为臭子上台变成不太招人喜欢的区域吗？房产价值会严重缩水吗？答案是不会。
臭改变不了安省政府制定的租金管制的规定，也不会主动把多伦多的工作机会挤到多伦多以外的区域。多伦多依然会是那个全加拿大吸引力最高的城市。地税上涨将是普遍加在每一个中产阶级上的压力，臭要加，大家是没有办法的，勒紧裤腰带了。尤其是只有一套房，并且住在自己自住房里的普通工薪阶层的朋友们。旧房房东会因为租客更受保护，驱逐租客压力变大，同时地税上涨，相应的也会略微的利益受损。新房房东可以基本上通过涨租把成本110%转嫁给租客，整体影响不大。在我看来，在安省，旧房只应该被用来自住，无论是多伦多还是多伦多外面的卫星城。当你不住了，就要把旧房卖掉，不要出租。想做房地产投资，努力盯着价格便宜的楼花和新的现房买。除了新房确实比旧房好用之外，新房旧房的价值差距相信也会越来越被市场认可。我相信旧房和新房终究会有一个大约10%的价差才是合理的。哪里楼花贵，去哪里买新的现房，这一个投资逻辑我在我的频道里也反复强调了。感兴趣如何找到房地产投资价格洼地的朋友，也欢迎这个会后我们私下交流。相信另外一批听众朋友里也会有租客朋友，那么作为一个好租客，我们应该做点啥呢？第一点，做好分内的事，保护自己在前房东那里的口碑和信用分数。租客害怕房东害怕租霸，尤其是现在保护的越来越严格了，相信房东审核资料会更加严格。我遇到过很多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好租客，依然是租不到房子的。信用卡欠10块钱导致信用分数低了的这种是非常不值当的。作为租客，大家知道自己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审核更加严格了，房东更加小心了，就更需要给房东一个理由把房子租给自己。信用分数和前房东的推荐信都是最重要的证明自己是好租客的凭证。第二点，根据游戏规则，大家如果想长期租房不买，一定要租一个有租金管制的旧房。最后带大家复习一下，就是18年11月15日以前首次入住的房子，这种房子是旧房，有租金管制。新房没有租金管制，确实是对房东有利的。那租客如果想长租还省钱，就尽量要租没有租金管制的房子，而且轻易不要搬家。如果一定要租新房，那么就要做好房租会跟着市场价准备的心理。第三点，有能力要尽早买房。我个人是非常反对消费主义的，而在多伦多租房子很可能是最大的消费主义。买房子和租房子最大的区别是，买房子的月供并不会无限上涨，贷款金额在你买的那个时间点就锁定了。现在利息比较高，而未来随着利息和本金的下降，月供也是一定会往下走的，长期来看。而租金在历史上并没有几次真正往下走的时间点，过去20年中每年差不多涨 8% 左右，过去1-2年中基本上每年都涨了2位数字以上。长期租房是一项很奢侈的行为，大家在积累财富的时候，不能只盯着怎么努力上班加班工作来创收，也要考虑一下怎么投资和节流。用月供代替租金就是节流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当然也是投资的不错的手段。最后来说一下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简单讲，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任何跟房子相关的问题，我的团队都会尽最大努力帮你解决。想买自住大 house 没问题，想装修一下把房子卖了，钥匙交给我，全部帮你搞定。想买到最抢手的楼花盘，你看到的靠谱的开发商我都能帮你拿到。不过这里还是希望着重给大家介绍3项我做的房地产业务里面我自认为可以跑赢市场服务水平的部分。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财务规划，这个是战略层面的服务。财务规划的目的是根据你的收入、支出和财务状况来帮你规划一条合理的房地产投资路线，保持风险中性，不要把杠杆拉爆，同时也不要过分保守，错过机会，保持一个度。这其实也是 CFA 和 FRM 金融里面学的和在做的事情。控制风险，增加收益。
我遇到过最频繁的没做好财务规划的情况有2种。第一种情况是客户找了不专业的团队，把自己的贷款作废了，本来能贷款5套房，结果买到第2套就贷不动了。第二种情况是买了超出自己还款能力的物业，没有做好风险控制，让自己的现金流过于吃紧，压力山大。这2种情况都是大家要极力避免的。财务规划这一步，我会根据每一位客户的情况，帮大家规划一下怎么做资产配置，怎么样做贷款，同时在各个银行之间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拿到最优惠的利率。第二件事是帮大家买卖物业。买房我们会帮你挑选满意的房子，卖房帮你卖出心仪的价格，这个是战术层面的服务。2022年我们做了接近300单生意。买房子方面，我们给大家挑的房子质量是非常高的。我的基本原则是只会给客户推荐我自己满意、愿意出钱买的房子。这里也再次郑重承诺，这些房子我把它们称为 Norman Approved 的房子，质量是有保障的。我的很多投资房客户非常喜欢跟我做邻居，买在同一个楼或者同一片区域，点名要非常类似的房子。卖房方面，2022年我们做到了 97% 以上的物业卖出历史最高价。如果买房子是 location， 那么卖房子就是 exposure， 尽可能多的把房子展示给更多的潜在买家。除了本身 realtor.ca 自带的流量，能为你的房子带来多少额外的流量，是体现一个经纪人水平差异的最重要属性，也是决定房子能卖多少钱的根本原因。现在卖房子没有人听广播看报纸来找房源了，而你在家里邮箱里收到的广告是经纪人给自己做的广告，并不是给你房子做的广告，对卖房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现在最重要的引流渠道是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我个人在 GTA 的华人经纪里基本上是油管加小红书粉丝数量最多的经纪人了。团队近20位成员，每一位成员都会帮你做好最大的推广，吸引最广泛的关注，实现房子本身的价值。第3件事是帮你做物业管理。本着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的原则，也是为了我自己的投资房客户创造便利，免除后顾之忧。我从职业生涯初期就开始帮助客户打理物业，反正自己的房子也是要管的嘛。我的视频频道也讲到了一整套团队管理租赁物业的方法论。无论是大家看了我的视频，按照我总结的方法自己管，还是交给我们来帮你管，都可以极大的降低房屋管理的难度系数，更好的远离租霸。很多大的房产团队他们是不做物业管理的，因为这件事情费力不讨好，利润很微薄。我从一开始做房产投资就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辛苦和非常艰难的，所以我不希望把这部分最难的事情交给我的客户来做。我们目前管超过200个租赁合约，其中有 50% 以上的房东人是不在多伦多的，天南海北到处都有，在泰国、美国、渥太华、蒙特利尔、阿尔伯塔、BC 都有，大陆、香港、台湾。我们真正希望帮客户做到您负责数钱，剩下的交给 Norman 的团队。我们管房子这项业务基本上是零利润的，按成本价收。所以在20到22年这3年，我们管物业上都亏钱了，也是因为疫情给管理房屋带来了更多额外的成本和人员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不过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自豪的，因为我们真正的把最大的利益留给了客户。我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一位房产投资人成为甩手掌柜，最大程度简化大家房产投资的难度和门槛。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这边呢是我的小红书和 YouTube 的2维码，如果大家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也欢迎，或者想听其他的这个我讲的房子的事情，也欢迎这边关注一下。感谢 UK 和各位观众，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欢迎大家提问。